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，不好了，驸马爷他说要休了你。彩月慌慌张张地跑到慕云初的寝殿，气喘吁吁地说道：驸马现在就在皇上的御书房里，公主你快去看看吧。华丽的宫殿内，慕云初穿着一身色彩鲜艳的华服，站在铜镜前发呆。彩月的声音拉回他的心神：你先出去。公主，你怎么了？驸马这次铁了心要休了您，不惜以死逼迫皇上，你出去。彩月吓得不敢再言，赶紧退了出去。站在铜镜前，慕云初深吸口气，平复内心的波澜。我竟然重生了。房门蓦然打开，彩月着急地迎进去。公主。御书房中，慕云初还没走近，就听见父皇的雷霆怒火：方天成，你别不知好歹，朕的女儿金枝玉叶，愿意下嫁给你，是你们方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微臣父宝受不起公主的厚爱，还请皇上成全。慕云初站在御书房外，都能听见方天成磕头的咚咚声。这男人是当真不待见他的很呢。慕云初推门而入，驸马这么急切想休了本公主，是因为本公主推苏宁雪下水吗？书房中两人同时朝慕云初看过去。云初，公主既然知道，微臣请您成全。父皇，我没有推苏宁雪下水，是那个女人自己跳下去陷害女儿。一听这话，皇上心中真的是百感交集。感受到女儿对他的依赖，皇上真的是又欢喜又心疼，同时又有股怒火。好个苏氏之女，耍心机竟然耍到公主头上了。皇上明鉴，也许绝不是公主说的那种人。方天成着急护着他的心肝宝贝，冷着脸呵斥慕云初：慕云初，你怎么这么歹毒？也许根本不会游泳，难道他要用他的生命来陷害你吗？我还以为这一年你真的改变，没想到一切都是在我面前做戏。现在宁雪还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，你到底有没有点良心？方天成，你以为你冲着我嚷嚷的底气是什么？你以为你是有多高尚，多不畏强权吗？本公主告诉你，你的底气是仗着我爱你，不管你怎么以下犯上，你知道本公主都会护着你。方天成愣住，看着眼前女子满眼的伤痛，他的心口仿佛被什么东西刺了一般。你不必着急替苏宁雪狡辩，本公主不准备追究她的过错。既然你们情比金坚，本公主成全你们。你这种是非不分的男人，本公主也不想再浪费时间。云初，你什么意思？父皇，女儿请求同驸马和离。点个订阅吧。慕云初是铁了心要和方天成划清界限，和离之后，他连东西都懒得去丞相府收拾，一切都是皇上安排人完成的。在寝宫这几日，丞相夫人几乎每日都会来求见他。这丞相府的人到底想做什么呀？分明就是他们家儿子要休了公主，现在公主成全他们，他们都是这样的做派。他们想看到的是本公主和苏宁雪共侍一夫，可不是想公主成全他们。公主金枝玉叶，愿意嫁给姑爷已经是方家无上的荣耀，他们凭什么要求公主与旁人共侍一夫呀？慕云初听见彩月这称谓，不由得多看他一眼。彩月，本公主知道你是芳妃给本公主找来的宫女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本公主才是你的主子。从今之后，你同芳妃那边就不要再来往了吧。公主，奴婢。你跟在本公主身边多年，见识自然是比普通的丫鬟侍女多得多。你心中应该清楚，谁才是你的主子，谁才能决定你的生死荣辱。奴婢心中明白，公主，奴婢不敢对您不忠，请公主明鉴。起来吧，本公主不是怀疑你的忠心，只是希望你明白，若有一日你犯了错，本公主不会姑息你。谢公主，奴婢一定好好侍奉公主，绝对不会有二心的。去，将丞相府的人请进来。这公主来的不只是老夫人，还有丞相夫人和方公子以及那个苏宁雪，公主都要见吗？一并请进来吧。是。彩月恭顺地退下。过了许久，一行四人才出现在慕云初的面前。臣父参见公主。想说什么直接说吧。公主，微臣祖母年纪大了，还请公主恩准祖母起身回话。准。公主啊，老身没脸起来。公主嫁入方家1年，尽心尽责照顾丈夫的起居饮食，代替天成这个不孝子孙侍奉祖母，侍奉父母。公主这般好的媳妇儿，天成这不孝子竟然伤透您的心。天成若是一天无法取得您的原谅，老身便是一天没脸在公主面前站起身说话。祖母，
千错万错都是臣女的错。公主与驸马成婚1年，驸马心中是有公主的，是臣女不知廉耻的勾引驸马。若非如此，驸马断然不会休公主。公主已入方家大门，和离是大事，为了驸马前程，还请公主慎重考虑。臣女愿意出家为尼，从此再也不跟驸马相见。苏宁雪，你跳入池塘栽赃本公主的事情，本公主已经不向你追究，你如今还在本公主面前这副做派，着实让本公主恶心。我没有。栽赃公主是满门抄斩的罪名，你没有？那要不要本公主向父皇请旨彻查？当时你的贴身丫鬟可就在不远处看着他。苏宁雪这次不敢说话了。本公主已经同方天成和离，从此嫁娶各不相干。你要为方天成出家，是当和尚还是当尼姑随便你，本公主不会拦着。苏小姐都已经答应从此不再和天成来往，公主你到底还想怎么样啊？因为你和天成和离，芳妃娘娘已经被禁足，本该让天成去做的赈灾之事也被皇上取消。如今不但我们方家老小来求你，就连苏小姐也来求你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？丞相夫人也知道你们方家好多荣耀都是因为本公主吗？看来方天成果然是你教养出的好儿子，母子2个一个样子。你以为你在本公主面前无礼，仰仗的是什么？丞相夫人被噎住，听不懂慕云初这话的意思，而方天成却一下听明白了。彩月，带丞相夫人去外头跪着，想不通这个问题就不要起来。慕云初，我母亲年纪大了，你明知道母亲腿脚不好，何至于做得这么绝？既然你孝顺，那你就去跟你母亲一起跪着，顺便帮你母亲好好思考一下，你们的倚仗到底是什么。彩月，是。公主，要是心疼，你就一起去跪着。将人都发落完了，慕云初的视线才落到老夫人身上。老夫人，您起来吧，本公主同方天成缘分已尽，您是明白人，本公主不想多说，也不想给您难堪。我们这家人仰仗的是公主的善心，是您对我们的情分。慕云初顿了顿，含笑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是我们这家人不知好歹，辜负了公主的厚爱。老夫人别这么说，本公主知道方家人那些里头，您不是一个恩将仇报的人。老夫人闻言并没有得到安慰，不过您放心，从前的恩怨本公主不会再计较，身为皇家公主，本公主自然说话算话。公主是个好姑娘，是我们家天成没有福气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皇上知道慕云初接见了方家的人，担心的他赶紧过来探望，结果到的时候只看到寝殿外跪着的方天成、丞相夫人和苏宁雪。老夫人已经被送出宫了。得知这里发生的事，他才松了口气。这些人没给你添堵，朕就放心了。顾少将军打了胜仗，月余就会回京，朕那边还有好些事情要处理，空下来再陪你。顾少将军又打了胜仗，那父皇可得好好奖赏他。皇上心中也准备好好奖赏，但是顾家那边情况有些复杂。父皇这是在为奖赏顾少将军的事情而心烦？顾家的情况有些复杂。少将军是个养子，老将军已经将兵权交给他。父皇若是赏赐他，不免让老将军觉得自己要被舍弃；可若是赏赐顾家，怕是让少将军觉得自己不管多努力，因为出身不好都得不到重视。可若是都赏赐，又让顾家在这京中显得独大，唯恐生出不臣之心。云初有没有好的法子？女儿听闻将军夫人对少将军有些偏见，不如父皇给将军夫人封一个一品号命吧。至于少将军，父皇赐他一门体面的婚事，他的妻子若是身份不菲，顾家的人自然不敢为难他。身份不菲的女子，当然也要问过少将军的意思，他若是不愿意盲目赐婚，咱们又乱牵了红线。不错，女儿果然已经长大了，不但眼光变好了，做事也更加周到的考虑。这个办法很好，我家云初竟能为父皇分忧了，父皇心中真是倍感欣慰。慕云初纳闷地看着皇上乐呵呵地离开，心中不解得很。不就是解决了一桩臣子赏赐的问题吗？父皇至于那么高兴吗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顾家少将军得胜而归的场面甚是热闹。前朝，皇上看见得胜归来的顾若婷，露出老丈人看着女婿的满意微笑。少将军辛苦，幸得你赢了战事，否则我烈阳国百姓还得多苦2年。为皇上效力不辛苦。若婷打小就在军中磨练，微臣培养他就是为天下百姓而战，为皇上而战。皇上的确不可继续再夸他了，否则这孩子该骄傲了。
朕倒是觉得少将军性子比同龄人稳重得多。夸完顾若婷之后，就该看其余的有功之士。全国使者一直就在一边安静地待着，不敢插嘴。次日，作为大陆第一美人，慕云初天还没亮就开始打扮，化了精致的妆容，穿上华美的衣服，收拾完，已经到了朝臣进宫的时间。已经好些人入宫了，不过呢，宴会还要等会儿才开始。公主是此刻过去，还是等会儿再过去啊？芳菲今儿个被放出来了吧？好好的，公主替芳菲娘娘干嘛呀？芳菲虽然待人亲和，但是彩月心中有些怕她。芳菲被关了1个月，面容消瘦了许多。苏宁雪今儿个一大早就进宫了，此刻正在芳菲宫中。天成从天牢出来后，一次也没有见过我，就算是我去上门看望他，也被府上的人挡在门外。天成素日里最是尊敬娘娘，臣女想问问娘娘，天成是否真的不想娶我？你最近做的一些事确实有欠妥当，但是天成是个看重情义的好孩子，定然是不会辜负你的。娘娘，你有没有觉得慕云初变了？芳菲皱着眉头，还没来得及回话，宫女突然进来禀报：娘娘，云初公主来了。话音刚落，慕云初已经走了进来。云初今儿怎么有空来看望本宫啊？就是今日突然想到娘娘，便来看看你。多日不见，云初出落得越发漂亮了。过来坐，让母妃好好瞧瞧你。芳菲娘娘，本公主的生母是皇后，你一个妃嫔怎么也敢自称是本公主的母妃？莫非你想当皇后？瞧你这丫头，如今倒是跟本宫生疏起来了。云初啊，你同成儿当真是缘分尽了。乔娘娘说的，这不是方天成要休了我吗？既然做他妻子让他那么痛苦，本公主只好成全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慕云初心中得意，面上却不显，目光扫向芳菲头上的凤钗。其实本公主这次过来看望娘娘，是有样东西想请娘娘归还。本公主当年年少无知，将母后的凤钗给了娘娘，因此父皇责怪本公主好几次，为了讨父皇欢心，还请娘娘还给我。芳菲知道慕云初对她有了防备，尚且可以淡定，可此刻一听这话，脸上瞬时挂不住了。云初啊，这凤钗可是你心甘情愿送给本宫的生辰之礼。慕云初示意彩月上前，打开手中的盒子。娘娘头上的是本公主母后的遗物，给您带着确实不合适，为了弥补本公主当年的过错，本公主已经给娘娘另外准备了一只凤钗，盒子中同样是一只黄金的凤钗，不过做工和雕刻以及镶嵌都十分的粗糙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本公主说了，当年是年少无知，芳菲娘娘若是看不上这只凤钗，本公主让父皇再补偿你，如何？罢了，既然你想要回去，本宫还给你就是了。这凤钗呢，本宫瞧着也不错，不用让皇上给本宫补偿。你若真的有心，本宫倒是有事请你帮忙。娘娘请说。丞相府近日来一直不安稳，成儿和宁雪的婚事也一直没有定下去。云初既然有心补偿本宫，不如请皇上为他们2人赐婚如何呀？好。从芳菲宫中离开，慕云初直接让彩月去找他父皇传话。彩月蔫蔫的不大愿意去。公主，你没看出芳菲存心膈应你啊，还给他们赐婚呢。苏小姐想高攀丞相府，让她自己想法子去，你干嘛答应芳菲啊？人家苏小姐有本事的很，连宫中帝妃都高攀上了，还怕她高攀不上丞相府？早晚的事儿，快去传话吧。慕云初让皇上赐婚，一来是让皇上知道他已经完全走出来，二来是让天下人知道他跟方天成真的没有关系了。不过他正在散步，却突然被人叫住。云初公主。一回头，苏宁雪竟然不知什么时候跟他出来了。慕云初回头挑衅地挑了挑眉头，公主这一步可是走错了哦。天成心里的人本来就是我，你若当真给我们赐婚，再想回来怕是没有位置，就算你动用权力，我也能将正房的位置坐稳，当然除非你愿意做妾。堂堂公主做妾。慕云初心中觉得这女人恶心，不想同她废话，可她刚要转身，苏宁雪忽然上前拉住她的手。公主，你知道天成为什么不喜欢你吗？就是你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让人讨厌，你知道吗？若是你在天成面前给像我这样，他也不至于因为我随便冤枉你一句就要休妻啊，你懂吗？慕云初心头忽然猜到了什么，
别是他身后有人吧？慕云初刚想看看他身后是谁，苏宁雪又使劲地拽着他。公主殿下，你说你除了一个身份之外，有什么地方比得上我呀？啊，文采不如我，涵养不如我，你这种人怎么就那么好命的生在了皇家？慕云初还真要瞧瞧来的是谁，他突然转头看去，只见远处3名男子正看着这边，有一人他不认识，但是另外2个是顾少将军和方天成。但是慕云初分明知道有人在远处看着，转身之际，忽然2根手指夹住他一点肉，狠狠地用力一拧。不是想本公主打你吗？其实你可以直接说的，这样本公主还能手下留情。苏宁雪双眼闪着泪光，看起来更加的惹人怜惜。慕云初的话让他耳根一热，有一种偷东西被人当场戳穿的羞耻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苏宁雪突然跪下，颤颤巍巍的模样。公主，臣女不知什么地方惹怒了公主。你要是跪在这儿，我可就走了啊！来，去那边石头上跪着，我可以继续打你。慕云初扫了一眼远处，方天成他们已经过来了。他们本来在远处的红漆回廊上散步，这里的路7拐8拐，他们要走到跟前还需要花一点时间。慕云初索性扯着苏宁雪的胳膊，让她跪在石头上，带着苏宁雪胸口的肉，慕云初又是狠狠的用力。满意吗？痛的话叫出来。你比欺人太甚，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当真痛到你身上又后悔了？不成，天底下哪有后悔药呢？慕云初挑选的地方都很阴险，苏宁雪找人哭诉也不好意思让人查看她的伤。云初，你住手！苏宁雪身上挨了10几下，方天成终于姗姗来迟。慕云初心中冷笑，脸色也瞬间沉了下来，上前就甩了方天成一个巴掌。放肆！谁允许你直呼本公主的名讳？天成，公主，你有什么怨气冲我来就是，何故为难天成呢？谁让你起来的？继续跪着。苏宁雪不甘的咬牙，可是她又不敢反驳。末将参见云初公主，不知这位姑娘何处得罪了公主殿下？这位是？末将是少将军的前锋将领萧瑟。苏小姐倒是算不得罪本公主，只不过她当着本公主的面责备本公主一无是处，说本公主样样都不如她，让本公主听着不舒服罢了。这话一出，花园中寂静了。半晌，苏宁雪炸毛似的跳起来：我没有！云初公主，要打要骂随便你，你何故坏我的名声呢？你以下犯上，本公主连你的性命都可以取，何故要败坏你？侍郎府也是书香门第，怎么教育出的嫡女都像是戏班子的大花脸似的，恶心。既然恶心，微臣陪公主走走吧。我真的没有，少将军。这位小姐，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用这种目光看着本将军，莫不是想嫁给本将军？我没有。那啥，少将军啊，这位姑娘似乎和方大人关系不一般，突然说这种话，是不是有点耍流氓？萧将军慎言，苏小姐尚未出阁，你这话若是让人听了去，无端败坏她的名声。这位姑娘既没有那个心思，就不要含情脉脉地看着本将军，让人背脊发凉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快到中午，官员们也陆陆续续进宫。宴席上的座位都是根据官职划分，对面坐着的男子，妇女们则坐在另外一边。慕云初抱着纯儿，轻轻地从后头走到席位，刚好皇上便投来慈爱的目光。纯儿倒是贴你，在你怀里也不哭闹，但你也不要太累了，手酸了就交给奶娘抱着。父皇，纯儿精巧得很，女儿不累。纯儿的身子骨确实比当初彻儿瘦弱一些。皇上心中想着，回头往安平住处送些东西过去，瞧着慕云初笑得越发慈祥。朕为你和顾少将军赐了婚，日后你得空多同顾少将军来往。恭喜公主，顾少将军可是年少有为啊！身边的安平笑着祝贺，现场也是一片祝贺之声。慕云初却是当场就懵了，瞧瞧，云初都高兴得傻了。父皇，慕云初思绪有些乱，看到父皇那张灿烂的笑脸，他好像明白父皇这些日子为什么一看到他就莫名其妙的高兴。父皇，您说笑吧，顾少将军能愿意吗？若婷自然是愿意的，少将军对你很满意。云初，这是你们2个人的事情，你无需去在意别人的看法。
能娶到公主是微臣的荣幸，往后微臣若是有什么不周之处，大公主可直接提出来，微臣定当改正。说着，顾若婷面向皇上：谢皇上愿意将公主嫁给微臣，微臣保证不会让公主受人欺负。这番话一说出来，在场的人都安静了。这可是你答应的，朕记下了。臣素来言而有信，绝不会食言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这场大宴足有几十道菜，慕云初坐了会儿出去了。他刚出门没多久，李公公就上前：公主，皇上让你去御书房等候。本公主知道了。她抱着纯儿朝御书房那边过去。没过多久，身后忽然有人叫她：云初。慕云初漫不经心地回头，身后果然是方天成。你为什么要让皇上给我赐婚？慕云初看向偷偷跟在方天成身后过来的苏宁雪，心头觉得好笑。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这就是你的答案？你以为我想休了你，你就跟我和离？你以为我想娶苏宁雪，你就给我赐婚？你觉得是在成全我，可你有没有问过我的意思？他倒是委屈起来了，情急之下想抓住慕云初。你给本公主站在那儿说话。我没想伤害你。方天成，我从前确实是年少不懂事，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和我共度一生，所以我才会选择你。同你和离之后，我就不会纠缠你。这与理不合，说出去也是会被人笑话的。见方天成不为所动，慕云初补充道：而且你很普通，论武功你比不上少将军，论才学你比不上陆子冠，论智力才能你比不上新科状元问策大人。你当初强行嫁给我，看上的是我的样貌。说起样貌，那是少将军常年不在军中，不然京都第一美男的头衔指不定落到谁头上。顾若婷那么黑，哪有那么黑啊？肤色很健康的好吧，只不过没有像方天成一样白得像个姑娘罢了。本公主现在就是喜欢黑的。慕云初也懒得解释，微微扬手。其实你未婚妻一直在你身后。方天成僵硬了一瞬，惊慌地回头，果然看见苏宁雪不知在他身后站了多久。慕云初看见他这样，不由得摇头，心中装着苏宁雪，却又惦记着他。他当初怎么会看上这么滥情的人？苏宁雪不知所措地看向方天成，惊慌之下转身就跑。方天成心中很乱，回头看了眼慕云初，又看了眼如同受惊小鹿一般疯狂逃离的苏宁雪，最终他还是去追苏宁雪去了。慕云初的嫁衣已经做好，要成亲了，他显得没有什么兴致，反倒是彩月高兴得很。安妃也时常抱着纯儿前来看望他。其实啊，皇上将公主禁足也未尝不是好事。公主若是可以出宫走动，昨儿方大人的婚礼呀，你就算是不去，也免不了要送个贺礼的。我就算可以走动，也懒得给方家送贺礼。以我跟他的关系，送不送都要遭人非议，还不如省点钱。皇上倒是送了礼物过去，今儿个贺公公在我面前说了一嘴，说是洞房之夜方大人睡的书房。让我说这男人吧，就是贱。当初心心念念着苏宁雪，我每晚屁颠屁颠给他做宵夜，还次次都给我甩脸色。现在真把苏宁雪嫁给他，还不乐意碰了。这些话呀，公主在外面可一个字都不要提，不然人家要戳少将军脊梁骨的。他可不怕被人戳脊梁骨，那人脸皮有多厚啊？安妃娘娘你可不知道。话音刚落，帘子外一道淡漠的声音响起：那公主不妨说说，微臣的脸皮到底有多厚？慕云初一噎，匆忙回头看去，就见顾若婷淡淡撩开帘子走了进来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公主屁颠屁颠给方大人做宵夜的时候，微臣就到了。顾若婷脸上没有表情，让人吃不准她有没有生气。说着向安妃作揖：微臣见过安妃娘。啊，少将军来了。既然你找公主有事，本宫便先走了。慕云初狠狠一噎，这安妃也太不仗义了吧。彩月还杵在原地，被顾若婷看了一眼，忙不迭转身就跑。那什么，你找我有事儿？万寿城的人到了京都，在山水庄摆了赏花宴，微臣来给公主送请帖。哟，南宫灵儿也来了吧？南宫夫人今日见过我，
他希望南宫灵儿与你一起嫁过来，同你平起平坐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顾若婷拿过慕云初面前那杯茶，喝了一口，见慕云初直直看着他，他故作不解道：微臣特意进宫给公主送请帖，公主连水都不舍得给微臣喝。没事儿，你喝吧。你对此怎么说？微臣回了南宫夫人，此事全看公主的意思。想跟本公主平起平坐也不是不可以，只要万寿城答应帮我们出兵攻打玄国，这事儿就成了。但是一抬头就撞入顾若婷那双冰冷审视的眼眸里。怎么了？我是这么想的啊，玄国和烈阳国关系肯定是处不下去了，战争早晚要打，为了防止你西北大军的兄弟们做不必要的牺牲，咱们还不如借助万寿城的力量。微臣的意思是希望公主回绝了南宫夫人。啊？你的意思不是由我做主吗？那是微臣回绝南宫夫人的话，公主也知万寿城非同等闲之辈，微臣一个小小的领兵将军不敢得罪，只能请公主出面。哼，就你对南宫灵儿那态度，我怎么没看出你不敢得罪万寿城呢？那要是我也不敢得罪怎么办呢？不敢得罪也得得罪，微臣若对南宫灵儿有意，早就娶了了。那你娶我是不是对我有意啊？明日的宴会，公主现在开始仔细琢磨下如何回绝。说完他就施施然走了，留下慕云初一个人在原地傻愣着。好半晌，慕云初才回过神来。我去，顾若婷，我才是公主，你懂吗？跟你说，以后你在我面前态度给我改改，不然咱们日子没法过。少将军征战沙场的人，手里不知道死过多少人命，公主瞧奴婢一眼，奴婢都不会双腿发软，可少将军瞧奴婢一眼，奴婢就双腿发软。公主，你就别抵抗了，怕什么？他就一个小小的领兵将军而已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在下南宫少书见过云初公主。阁下是南宫灵儿的哥哥？这是在下，家母想见一见公主，公主这边请。山水庄的后院连接的就是户外，本就是为更加有钱的文人墨客准备的聚会场所，不仅地方大，修建的还十分雅致，亭台楼宇，小桥流水，应有尽有。南宫夫人端坐在小屋中，见慕云初到来，南宫夫人也不曾起身，目光肆无忌惮地打量着慕云初。南宫夫人，云初公主想必也知道本夫人找你所谓何事吧？知道。南宫夫人想让南宫姑娘随着本公主一起嫁入顾家，此事本公主怕是不能答应。你说什么？本夫人不想跟你绕弯子，你也不必在我面上装糊涂。我女儿和顾若婷的事情你应该清楚，我女儿这辈子只能嫁给顾若婷，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女子婚前失节本就是万人唾弃之事，南宫夫人要用此事来挟持本公主，恐怕是不能够。而且瑞婷同我说过，她与南宫姑娘清清白白，并无遭人诟病之举。你说我女儿用自己清白之身要挟顾若婷，本公主不信自己未来夫婿，难道信诸位这些外人吗？好个目中无人的云初公主，此事你不答应，就别怨本夫人在你们成婚之日让你丢人。南宫夫人若想在本公主成婚之日来闹事，本公主也只能是请便。但是你的闺女与人无媒苟合，到底是谁丢的脸更大，想必南宫夫人也清楚。你们烈阳国若是让我万寿城丢了这么个大脸，可想过后果？云初公主，身为烈阳国公主，本夫人劝你好好想清楚。如果南宫夫人自己不要脸面，本公主拿你可没有办法。南宫姑娘想嫁过来，本公主绝对不会同意。你放肆！慕云初，我嫁过来尊你为姐姐还不行吗？这么好看，不行，点个订阅吧。就在这么热闹的气氛中，慕云初终于是穿上大红嫁衣，到了出嫁这一日。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从将军府出发，接到了新娘子后又浩浩荡荡的回去。慢着！南宫夫人充满了来者不善的气息，面上含着冷笑，在众人的注视下走了上来。这位不是万寿城的城主夫人吗？你能来，简直让我将军府蓬荜生辉啊！来人，赐座。不急，老夫对年轻有为的少将军很是欣赏。今日少将军成婚，老夫人有一份大礼送上。啊，夫人客气了，什么大礼？南宫夫人伸手
玄风递上一本厚厚的折子，顾将军展开一看，竟然是罗列满满当当的一份礼单。南宫夫人，这是何意？南宫夫人没有回答，让玄风读出礼单。南海珍珠3000颗，黑珍珠300颗，夜明珠1对，蓝宝石、红宝石共计3箱。在数之不尽的金银财宝之后，玄风最后道：本夫人送的大礼，便是本夫人的爱女顾将军。本夫人将女儿送给少将军做妾，这些便是我宝贝女儿的陪嫁。这份大礼，顾将军可收啊？收！南宫小姐能看上我们家若婷，是我们家若婷的福气，哪有不收的道理啊？既然如此，父亲养母，我们将军府不缺银子，不缺军队，你们何必见钱眼开？夫人，南宫小姐一事，我早就说过，不娶。少将军是觉得我女儿配不上你？顾哥哥，谢夫人的美意，我对南宫小姐无意。若是无意，你为何要与灵儿私定终身？如此丑事损的是灵儿的脸面，本夫人不想提。但如今，本夫人已经不计较这些事情，厚重陪嫁给你，也愿意尊云初公主为正妻。你可别给脸不要脸！姐姐，求求你就答应让我过门吧，只要你同意，我哥哥自然会答应的。他不愿意接纳我，都是因为姐姐呀。我也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本将军一身清白，尚未破身，倒是很想知道和南宫小姐私定终身的人到底是谁。一直到了夜里，宾客走的都差不多了，醉醺醺的顾若婷被瑞王世子扶着过来，我还以为他军中的人会很能喝呢。别嫌弃少将军了，他那2个兄弟组织他们的狐朋狗友轮番灌酒，这波人灌完了，方天成的狐朋狗友又了。萧前锋、刘副将、海副将还在地上躺着，别人家的兄弟都是帮着挡酒的。顾少将军那2个兄弟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云初，你体谅下少将军，扶他进去吧。既然是这样啊，那倒是谢谢堂兄了。兄妹之间说什么谢谢，只是日后你在将军府的日子有的忙了。反正我没事干。顾若婷躺在床上不省人事，慕云初自己摘掉满头珠翠黄金，他洗了把脸，洗掉脸上的妆容，这才走到顾若婷身边坐下，瞧了他片刻。慕云初动手给他宽衣，他身子很重，醉得跟头死猪似的，给他脱个衣服，将慕云初累得满头大汗。别人灌你酒，你不能推掉吗？我父皇我都没有伺候过，累死我了。慕云初气得在他脸上拧了一把，做好之后又去给他打水，回来洗脸洗脚。越是伺候，心中越是不满。洗着洗着，用洗脚的帕子又在顾若婷脸上狠狠擦了一把。此刻彩月他们也回来了，看到慕云初在伺候人，他赶紧上前：公主，还是奴婢来吧，我都要弄完了，你去熬一些醒酒汤，厨房里头也多备一些热水，净房里头准备好浴桶，他半夜要是醒了，我让他洗个澡。彩月听命便下去了。没一会儿，将军夫人带着人过来，依旧是被院中杂役拦在外头，不让进来。我儿子新婚，我还不能去看看？夫人，不让幽兰院外的人随便进出，是少将军的命令，我们不敢不从。今天能和以前一样吗？啊，让我进来是会偷你们东西怎么着？这顾若婷啊，防我这个老娘跟防贼似的呀！收到通报的慕云初走了出来。将军夫人，云初，我来看看若婷。夫人，虽然本公主如今嫁到你们家，但是你见到本公主依旧是要行礼的。念在你这次是初犯，本公主宽容你一次。我是你婆母，你得管我叫一声娘，我还得给你行礼。本公主愿意尊称你一声婆母，那是本公主给你的恩赐。先有国，再有家，国法大于家法。其实将军夫人不过来，本公主明儿个也是要去找夫人的。我家相公名下产业，从今以后都由本公主管理。夫人先回去休息，明日将账册和地契准备好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慕云初给顾若婷喂下醒酒汤之后，其实已经很累了，可是她刚钻进被窝，发现身边男人的衣服怎么那么潮湿啊？顾若婷你大爷，你为什么出那么多汗啊？慕云初黑着脸叫骂一声，又起床穿衣服。早知道他刚才先看一下顾若婷再睡了，现在又起床打水，得给她擦身子，还得给她换衣服，折腾了她半宿。顾若婷表示她也很无奈啊，本以为醉得不省人事，他会随便将她丢到地上自己先睡，谁知道他居然那么贤惠的伺候，用洗脚的帕子蹂躏相公的脸，这么好的媳妇儿上哪儿找啊？顾若婷其实一直都是清醒的，
但是慕云初哪里知道这个混蛋是装的。屋中烛火摇曳，昏暗的灯光下，男人身上的肌肉充满了力量。慕云初拧干帕子，目光却落在他满身的伤疤上。你为什么要为我烈阳国征战呢？我依稀记得你有自己的目的，却不记得到底是什么。慕云初手指拂过他身上的伤痕，没有留意到床上男人的身体僵硬了一瞬。水啊，要喝水啊，马上。慕云初之前就准备了蜂蜜和热水，调了一杯蜂蜜水，赶紧端了过来。你醒了是不是？没想到我的醒酒汤还挺有用的。顾若婷此刻才缓缓睁开眼，水刚入口，她好看的眉宇微蹙。怎么是甜的？我放了蜂蜜，你不爱吃甜的，我重新给你倒一杯吧。不用了，现在什么时辰？快子时了吧？既然醒了，你要不要去沐个浴再睡？不要。好吧，依你。慕云初一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样子。顾若婷眸子眯了眯，现在倒是依你，之前谁用擦脚的帕子蹂躏他的脸来着？忽然顾若婷一把将他带到床上。洞房吧。还洞房啊？那啥，其实我本来想跟你说这个事儿，洞房的事情我们能不能缓缓啊？缓缓？咱们认识也才2-3个月而已，洞房什么的完全不用着急啊，你至少让我多了解你一些再说嘛。你想了解我什么？就比如你喜欢吃什么，喜欢什么颜色，平时什么爱好之类的。我不挑食，能果腹的都可以吃，没有钟爱的颜色，平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。现在你了解我了吧？可以洞房了吗？了解一个人不是简单介绍一下就完了的。你这是不愿意。慕云初赶紧点头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次日一早，慕云初软绵绵的起床，洗完脸后依旧是没精打采的，坐在铜镜前哈欠连。公主昨夜照顾少将军，没有休息好吧？早知道该让奴婢在屋子里伺候的。您瞧你这气色这么差。对了，往后里屋你们不必进来收拾，少将军不喜欢下人进内室。等会儿你转告春暖、冬枝、宁夏、雨秋他们4个。那以后内室谁收拾呀？此刻顾若婷正好走来，慕云初目光看过去，他收拾。收拾什么？顾若婷不知道这主仆俩在聊什么，一边说着，自然而然地过去将床上的被子叠上。没什么。顾若婷，你会下厨吗？不会，也不准备学。我收拾好了，可以走了吗？今儿个还得进宫去谢恩，回来之后还得去将军夫人面前奉茶。让明月跟着我吧。彩月，你在家将东西先搁置一下。说着话，慕云初看到自己梳妆台上摆放的胭脂水粉，看向顾若婷，这些你也收拾？那以后地谁扫啊？我。桌子谁擦呀？我。你一天天的，你有这么多时间做家务吗？我不在的时候，不喜欢旁人在我屋子里活动，并非任何时候都不让下人进来。那你回答的不假思索，我还以为你真的每天自己打扫屋子。慕云初将顾若婷的意思再次重新向彩月传达了一遍。说着话，夫妻俩也走到大门口了。赶车的车夫是院子里的一个下人。慕云初问了一下他的名字，这人叫安一。你家中是不是还有其他兄弟？回公主，奴才是家中独子，名字是少将军取的。顾若婷嫌他话多，将他推进马车，插话道：安1 2 3 4 5 6 7 8，好记。这名字取的，哼，您老可真省事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宫中，皇上在前朝没有回来，他们直接去了安妃宫里。但到了这里，慕云初才看见慕云霜居然也在。云初妹妹，慕云霜眼神闪烁，在跟慕云初说话，注意力却放在顾若婷的身上。御花园的荷花开了，堂姐去看看吧。等会儿我和少将军过来找你，那我过去等你们。说完，低着头就走了。看见你们相处这么好啊，皇上不知道得多高兴啊。父皇什么时候下朝啊？今日应该会快些，估计快了吧。少将军年轻有为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瞧见云舒公主有这么好的归宿啊，本宫心中也欢喜。顾若婷客气地应了一句。说了会儿话，皇上就来了。皇上叮嘱顾若婷2句，不能让慕云初在顾家受委屈，然后赏赐了一些东西，就让2人回去。御花园荷花池边上，慕云霜心事重重，坐立难安地等着。没多久，慕云初和顾若婷就过来了。云初妹妹，我想单独和你说几句。慕云初看了看身边的男人，
顾若婷自觉去远处等着。说吧，云初妹妹，我想给少将军做妾，我绝对不会跟你争宠。将军府情况很复杂，你需要一个帮手。你若是让我过门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我若是不同意呢？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不对，但是我说的都是真心的。云初，你就答应让我过门吧。如果不能嫁给少将军，我这辈子也没有什么盼头了。王叔王婶就不能成为你的盼头，世子堂兄就不能成为你的盼头。云霜郡主，你知道以你的身份给顾若婷做妾有多丢人吗？我知道丢人，你以为我愿意做这个郡主吗？我只是希望和我自己爱的人在一起，可就是因为郡主这个身份，我连他的妾室都不能做。云霜，难道你真的爱他吗？如果不，你就当顺手施舍个人情给我好不好？你的大恩大德我会铭记一辈子的。如果少将军愿意纳你做妾，我就同意你过门。谢谢云初妹妹。你别高兴太早，他如果不答应，你以后别再纠缠了。你可愿意答应我？慕云霜沉吟了片刻，点了点头。慕云初朝顾若婷招招手，可以走了。云霜郡主有话跟你说，我去那边等你。慕云初将空间留给两人，便径直走了。等慕云初走远之后，顾若婷的视线才收了回来，看着眼前的云霜，她一脸淡然。云霜郡主长话短说。慕云霜赶紧将自己想法说了出来。顾若婷默默听着，慕云霜的话音刚落地，他就道：不行，云霜郡主往后也不要再打我的主意，就算我没有娶云初公主，也不会娶你。为什么？对你没兴趣。慕云初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，只看到慕云霜蹲在地上，哭得很伤心，很无助。想了想，他还是让人去通知安妃娘娘，让她过来领人。回城的马车上，你在京都也不怎么活动，跟云霜应该也没有多少接触才对，她为什么那么痴迷你啊？我怎么知道？这女人明知道云霜郡主想给她做妾，居然还给他们单独相处的时间，这媳妇儿也太贤惠了。贤惠的心中根本没有她。回到将军府，将军夫人和镇国大将军都已经等候多时了。刚进门就有一股酸溜溜的声音响起：公主这来的可真够慢的，都快晌午了才来敬早茶。想当初我成婚那会儿啊，哪敢让长辈等啊？我看呐，这也别叫敬早茶了，干脆就叫午茶算了。慕云初朝说话的妇人看去，这是二婶。二婶儿，弟媳是当今公主，怎么可以和寻常妇人比较呢？别说公主晌午才来，就是公主不来也是可以的。公主怎么了？进了顾家家门就是顾家儿媳，什么都得按照规矩来。莫非这当公主的就不用学习礼仪廉耻了？将军夫人暗自得意，果然将这弟妹叫来是对的。二婶儿既然知道礼仪廉耻，那新媳妇敬茶的时间，你一个外人出现在这里，又是什么道理呢？慕云初的目光扫过将军夫人和镇国大将军，莫非有人故意请你过来给我难堪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说我故意让弟妹过来刁难你吗？原来夫人能明白本公主的意思呀。慕云初自己走过去，端起茶水，按照顺序先给顾将军递过去。儿媳给爹请安，往后儿媳就是顾家人，一言一行定然会为顾家着想。哎，好好。镇国大将军应了两声，接过茶，也不敢说慕云初没有下跪的事情。夫人，本公主自然也愿意和你和平相处，但你若是觉得本公主嫁入顾家就得受您给的窝囊气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父皇都不会跟本公主无端挑刺，您还能比帝王更加尊贵吗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慕云初这哪里是敬茶呀，赤裸裸的警告好吗？你这是新媳妇儿该跟婆婆说话的态度吗？找来已经分家的弟妹来给新媳妇难堪，莫非这就是婆婆应该做的事情？好了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你对儿媳剑拔弩张的事情干什么？在丈夫的示意下，将军夫人才勉为其难地接了茶水，她也没有喝下，直接放到一边。我知道你是公主，和你嫂子弟媳不一样，但你以后也不能欺负他们，否则呀，说到皇上跟前，我们也站得住理。夫人何时见我欺负过他们？没有最好，以后也不能有。爹，如今儿媳既然已经嫁入顾家，那夫君名下的产业往后便不劳烦婆母打理。昨夜儿媳已经同婆母说了此事，一说起产业的事，将军夫人就有些坐不住，100个不愿意全部都写在了脸上。这个嘛，公主啊，其实你婆母做这些都已经习惯了，她对那些产业的运作也很熟悉。你要是当真让她闲下来，她还浑身不自在呢。就是，这人要是一天到晚没有事情做呀，都得闲废了。
你可别误会，你才刚嫁过来，对那些铺子的下人都不熟悉。我主要是怕你劳累，要是将你累着了，皇上不得怪罪我呀。儿媳嫁入顾家之前，父皇就已经叮嘱过儿媳，往后定然是要好好照顾少将军的。一些个产业而已，儿媳不敢喊累。慕云初看向将军夫人，夫人昨夜说好要将将军的产业还给我的，如今怎么反悔呢？你嫂子说话也不要这么难听嘛，什么还不还的，说得像是母亲抢了二哥的东西似的。对呀，公主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老二他常年在外，家中的一切也不过问半句，他那些产业我若是不为他打理啊，如今早就赔个精光了。老爷呀，你说说我这都是图什么呀？老二跟着咱们顾家姓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老二好啊。可你瞧瞧老二媳妇说的这些个话，是有良心的人说的吗？公主啊，你这么说你婆婆也着实有点过分了。爹这话倒是让本公主有些不明白了。夫人既然是在为夫君打理产业，那为何夫君房中连一样像样的摆件都没有？从宫中出来，本公主瞧上一盒胭脂，夫君竟然连给本公主买一盒胭脂的钱都拿不出来，钱都入了夫人的口袋，为何说是为我夫君打理产业呢？明日一早，本公主来找夫人要账本和地契，希望夫人能抓紧时间准备好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将军夫人再是不甘愿，也将顾若婷的产业通通交到慕云初手上。慕云初对此事的处理可谓是雷霆手段，3日之内将产业中的管事人了解清楚。3日回门的事情结束之后，便开始一一视察走访。最先去看的当然是乡下的庄子。慕云初的车驾抵达，庄子管事规规矩矩来迎接。公主可算是来了。这些年庄子的运转着实是让小人犯愁啊。怎么说？前些日有位叫春暖的姑娘也来了解过，庄子上着实是没有收成，底下的佃户们一年到头那是饱饭都吃不上几回。如今公主来了，您福星高照，小人就希望能沾沾公主的福气，让庄子里的收成多一些，让大家伙儿都吃得上饱饭。是吗？但是本公主可是听说管事的你那是天天大鱼大肉，妻妾成群呢。慕云初在正堂中入座，凌厉冰冷的眼神只看得管事人心中慌乱。大鱼大肉那都是没有的事，至于妻妾成群，佃户们的日子过得苦，无奈就想将女儿嫁给小的，换取点钱粮，小的也实在为难呐。公主可以去问他们，小的这就将人给叫上来。那就叫上来吧。管事人的小妾被喊上来，足足17个妾室，加上他的正妻就是18人。慕云初的目光扫向女子们，她们纷纷惊慌地低着头。这地方从一开始就是我夫君产业，与将军夫人本就没有关系。你们的委屈现在不肯说，以后可就没有人再为你们做主，自己好好斟酌清楚。忽然管事人正妻双目猩红地爬上前，冲着慕云初狠狠地磕了个头。民妇不求公主为民妇做主，只求公主为民妇死去的小妹做主。这天下还没有本公主管不了的事情，说清楚。当年这混蛋强娶民妇，回门之日间竟奸污了民妇的小妹。公主，民妇的小妹当年才7岁。你胡说，根本没有的事情。民妇的父母也不是没有报官，可是却被将军夫人给压了下来。当年报的哪处官府？慕云初眼神冰冷，将这个管事人千刀万剐的心都有了。管事人看见慕云初阴郁狠毒的目光，吓得双腿都软了。就是西边的地方衙门。明月，去将这桩案子问清楚，当年衙门的县令是谁，衙门中的官差是谁，全部要给本公主找到。安森，把这人送京兆尹府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风尘仆仆回家的慕云初不疲惫地往软榻上一躺。袁家小妹案子进展的如何？很顺利，只是目前无法牵连我那个养母。将军夫人滥用职权，欺压百姓，包庇罪犯。根据烈阳国的法律，她不可能不受到牵连。慕云初刚想问，外面传来将军夫人的叫骂：“慕云初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个毒妇，你是来我将军府讨债的吗？你这些讨债鬼！老天爷呀，我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呀？临到老了还要受这份罪。”他的2个败家儿子陪着他来壮胆。胡老二，
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把你媳妇儿叫出来。顾明红同样道：吴老二，别以为你娶了个公主，我们就怕你了。陷害婆婆的歹毒儿媳，我们家可要不起。今天你们不给出个说法，休想我们罢休。这个毒妇，慕云初这个毒妇啊，真是要逼死我呀！慕云初累得很，懒得搭理。刘山媳妇儿进来汇报道：公主，外头来的可不只有将军夫人，今日丞相夫人、李御史的夫人、张大人小妹来府中做客，此刻也都跟着一并来了。这丞相夫人怎么会和你养母搅和到一块儿啊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慕云初拖着疲惫的身体又出去，刘山拿着一本折子进来。邵将军，查到了，给他。刘山又匆匆追过去，将折子给了慕云初。萧瑟看着顾若婷那悠然的样子，实在是忍不住走进来问道：邵将军，您真的不出去看看？顾若婷抬眸，冷意的目光淡淡的落在萧瑟的身上。邵将军，你一个男人不护着自己媳妇儿就算了，家里人找事儿还让媳妇儿独自面对，这行为特别怂。你还没有成婚，不知道软饭吃着吃着就习惯了。邵将军，您可不仅仅只是烈阳国一个少将军而已啊，这样放飞自我合适吗？外头，慕云初出来才发现将军夫人嚎得那么厉害，居然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流。慕云初，你这个毒妇终于敢出来了吗？二弟妹，你唆使刁民去告状自己的婆婆，到底是什么道理？一个7岁女童被活活虐待致死，夫人知晓此事，不仅不为苦主伸冤，还包庇罪犯。如今你有脸站在这里指责本公主是毒妇？将军夫人知道自己理亏，否则她直接上衙门闹事，哪里需要找到慕云初出气？你不是毒妇谁是啊？你就是个扫把星。我们日子本来过得好好的，你一来呀，就给我们搅得鸡犬不宁。我顾家到底做了什么孽呀？养了个白眼狼也就算了，还摊上你这么个儿媳。夫人若这么说的话，本公主只能请三司会审这桩案子，看看你当年到底有没有包庇罪犯。你，老天爷呀，你听见了吗？我这个儿媳妇害我还不够，还要三司会审，真是要存心逼死我呀！丞相夫人呐，李夫人，张家姑娘，你们可都看看啊！云初公主方才说的话，你们可是听得清楚呀！这个毒妇就是见不得我好，就是要逼死我！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？这女人一上来就交了我手里的钱财不说，她的目的呀，竟然是要我的命啊！我的天哪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！这个扫把星，老天爷你就收了他吧，我不活了！将军夫人左右寻找，说着就要往一棵大树上撞。母亲，使不得呀！母亲，你得好好活着，要是没了母亲，儿怎么办呀？母子三人哭得伤心，不知道的人看了这场面，还真的以为慕云初害惨了他们。慕云初看得脸色漆黑，他算是明白了，将军夫人压根儿不讲道理，他就是来跟他胡搅蛮缠。你霸占着少将军的财物，花费着少将军的银两，竟然好意思说我们家公主搅了你的财物，主子说话有你一个丫头插嘴的份儿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将军夫人被说的没脸，凶神恶煞的朝着彩月扑过来。见将军夫人朝他扑过来，他手中立马准备好东西。将军夫人到了跟前，刚要撕扯他，他顺势就往后头一倒，脑袋在地上狠狠地磕了一下，顿时鲜血直流。公主救命啊！公主救命啊！公主，你快救救奴婢啊！这恶毒妇人不仅不将7岁小女孩的性命放在眼里，现在还想杀了奴婢，奴婢好怕呀！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彩月呜呜直哭，明月赶紧上前将将军夫人推开，护着彩月。公主，彩月流血了，流了好多。慕云初无语，这个碰瓷我给满分。我，谁叫你不管好自己丫头？赶紧扶彩月去包扎。夫人，本公主的丫鬟，本公主自然知道教训。你口口声声说本公主要逼死你，但这府里的人一个个你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到底谁能逼迫你？你真的当别人的眼睛都是瞎的吗？除了丞相夫人一脸不屑，其余2位都尴尬地低下头。你就是想逼死我！慕云初无奈地轻叹口气，哼，你害我，还要三司会审我，
你还缴了我手上财物，哪个孝顺儿媳会这么干呢？夫人这么胡搅蛮缠，难怪爹要在外面演外事。气氛忽然安静，将军夫人大睁着眸子看了慕云初好半晌，才不可思议地问道：你说什么？就在这里，有个美艳温柔的小妇人，已经为爹养育了2女1子，大姑娘已有15岁，二哥也已经13，小女儿如今11。将军夫人瞬间感觉自己天都塌了。郑国大将军不知从何处走了出来，诧异地看着慕云初手里的折子。这老东西，你还敢出来？你这个负心人，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现在居然背着我在外面养女人，野种都10多岁了，这10几年你骗得我好苦啊！你闹够了没有？还有客人在这里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。好啊，你这混蛋，你还敢推我？老娘跟你风里来雨里过，你怎么不嫌我丢人？现在你开始嫌我丢人了，老娘我跟你拼了！将军夫人叫嚣着就上去撕扯郑国大将军。郑国大将军一脸的窘迫，见呵斥没用，他只能赶紧吩咐2个儿子和将夫人拉开。几位，家中有事，本将军就不留各位吃饭了。几人自然不会为难，识趣的告辞。现在你满意了？父亲既然要这么说，儿媳也就直言了。你既然早就来了，看到夫人在我这里无故生事，你为什么没有阻拦呢？哼！夫人闹了那么久，说了那么多羞辱儿媳的话，儿媳都不曾说出父亲的私事，儿媳是给了父亲时间的，如今父亲还埋怨我。郑国大将军脸色僵住，顿时哑口无言。郑国大将军扯着还在逼着他去要他说法的夫人离去，脚步匆忙迅速，像是有鬼在追着他似的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幽兰院内，从这里拆。食疗运来了吗？放在那儿就是。贺什么名字我还得去问问公主。彩月指挥着工人转身跑去书房。公主，工人都到了，院子改什么名字你想好了没有啊？结果他一进门才发现房间中气氛不对。慕云初挥挥手让彩月先去一边伺候着，目光严厉地看向顾若婷。上前天要了100两，前天要了1000两，昨天要了1万两，今天你又要给我要10万两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你说不会让我后悔娶了你，银子本就是我的。可你这么天天要，还一次比一次多，一次比一次狠，换做哪个女人受得了啊？那你给不给？你要10万两干什么？我看情况决定给不给。我的事在意，你先处理你自己的事情。慕云初听他这么说，以为他放弃要银子了，看到还在一旁的彩月，还是先决定换院子名字的事情好了。慕云初走过去，提起笔杆写下2个字，新名字叫这个，如何？破晓，可以。慕云初便愉快地去交代工人了。然后没2天等工人完工，他给工人结银子的时候，忽然发现自己小库房中银票厚度有点不太对，一清点居然少了10万两银票。顾若婷。入夜，顾若婷从外边回来，洗漱完刚要上床，被慕云初一脚给踹了下去。慕云初，你干什么？你不知道怎么了？我箱子里10万两银票是不是你偷的？拿的。慕云初不服气地抡起拳头就要捶人，结果他使出浑身力气打出去的一拳被顾若婷轻而易举地接住，稍微用力，他被猝不及防地带入怀中。霎时间，男人身上淡淡的气息围绕在鼻尖，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体温，顿时有些心慌意乱。点个订阅吧。明月走了进来，递上一张帖子：公主，宁国侯府的喜宴帖子。宁国侯府，徐瑞要成婚了。宁国侯不愿意让苏宁雪过门，但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此事一直拖着，影响不好。方天成让丞相府老太太出面为苏宁雪保下这门亲事，方天成私下里还给出了不少嫁妆。婚期就在3日之后，这日子定得挺仓促的。3日后是一个好日子，若是错过这个日子，就要等到2月之后。奴婢猜测，方天成也是迫不及待的想将苏宁雪安置好，唯恐迟则生变。宁国侯的请帖既然送来，慕云初当然会给这个面子。他也在收到请帖的时候就跟顾若婷说了，到时候陪他走一趟。结果顾若婷一听就坚决表示不去，说什么都不去。慕云初是好说歹说，人家宁国侯的面子你怎么着都得给一下，即使是去走个过场又回来也行啊。结果顾若婷这货就是不愿意去，慕云初也懒得多说，本来打算今日死活拽着他去，结果一早醒来身边没人了。这个王八蛋！公主，
少将军不去，定是有不去的理由。公主别气了，免得伤了身子。他要是说得出个理由，我就不气了。我本以为成婚之后会跟他相敬如宾，哪里会想到是这个样子吗？明月心中欲哭无泪。少将军这几日前前后后的都是在为公主你忙活呀，这些话他又不能向公主透露。大门口马车已经准备好，到了门口，慕云初才发现张氏竟然在这里等着。大嫂有事？也不是什么大事。公主啊，宁国侯府这桩婚事不光彩，你何必给他们面子呢？大嫂是不希望我去。大嫂，我去谁家的酒宴，这个你不方便干涉吧？不，我没有干涉公主的意思，只是府上账目捉襟见肘，公主有那闲钱给宁国侯府送贺礼，还不如孝敬父亲呢。这下慕云初明白了，这是舍不得他将礼物往外送。宁国侯府今日可是冷清得很，要不是大门口挂着的红绸，怕是没有人以为这里会在办喜事。到了宴席上，他发现陆子官居然也来了。他在原位上踌躇了好久，终于准备去和慕云初说话，结果却被徐瑞抢先一步。慕云初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慕云初微微沉吟，沉默片刻后起身。徐瑞没有带他走远，只是到了说话不会被人听到的地方。你不觉得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很没有意思吗？你指的是？你既然和方天成和离，成全苏姑娘，为何又害苏姑娘损失名节，害得她也和方天成和离？做人这么两面三刀，无累吗？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你别逼我把你打成残废啊！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女子？可恨皇上对你竟不知管束，恶人自会有天收。慕云初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你要说的就是这些废话？慕云初，别以为没人收拾得了你，我父亲怕你，我可不怕。慕云初忍不住掰响手指，真的是好想打人呢。宁国侯发现这边的两人，赶紧过来赔礼道歉。公主，这孽障又找你麻烦吗？父亲，是他在羞辱我。宁国侯茫然地朝慕云初看去，本公主说了两句实话，忠言逆耳，令公子听着心中不舒坦罢了。是，公主说的是。宁国侯赶紧道。父子俩正悄悄说着话，突然一个杀手不知道从何出现，猛地朝慕云初袭去。时刻处于戒备状态的明月第一时间将杀手挡下，两个人激烈打斗起来，刀光剑影，瞬间场面变得很凶险。宁国侯吓得魂儿都快没了，手中没有武器，操起角落里的扫帚就赶紧护到慕云初的身边。明月明显不是那杀手的对手，交手才几招他就已经受伤了。宁国侯府的侍卫上来无法加入战局，他们和人家的实力相差实在是太大了。慕云初已经赶紧撤离，可是出人意料的是，护卫中一人突然朝着慕云初袭来。慕云初敏捷地侧身避开，目光一扫，只见是一个满脸麻子的大胡子。抓住他！那人也没料到慕云初居然躲得开，一击不得手。他也不会傻愣愣和10几个护卫拼命，转身就跑。侍卫们赶紧去追，这下子慕云初身边的侍卫都被引走了。几乎是同一时间，明月被那名刺客一脚踢开，此人势如疾风，长剑带着凌厉的锋芒朝着慕云初袭来。点个订阅吧。就在他感觉死亡已经将他笼罩之时，已经逼近眼前的利刃忽然被不知从何处而来的暗器击开。就是你在冒充天机阁的杀手。慕云初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戴着修罗面具的男子立在墙上，清长挺拔的身姿仿佛天上下凡的神明，傲然地俯视众生。这人是天机阁少主轩辕修。看见轩辕修那一刻，无痕也是一惊，但是轩辕修可没给他说话的时间。话音落下之际，凌厉的掌风已经到了跟前，双方交手，高下立判，无痕根本不是对手。眼下情况不妙，赶紧逃走。轩辕修哪里能让他逃走，堵着别人的去路，硬逼着人家跟他交手。慕云初当然不可能留下观战，扶着受伤的明月往宁国侯府后院去。天机阁，无影楼，公主，您做了什么，竟然招惹了这2尊大佛？我的天哪！来人，快去向皇上禀告这里的事情。快去给明月叫大夫。对，大夫，来人！一喊，发现身边没有下人了。我亲自去请大夫。公主，去那座院里休息休息。公主，这点小伤不碍事，死不了人的。他话音刚落，一瓶伤药从天而降，丢进他的怀里。
一抹身影一闪而过，轩辕修仿佛足下生风，脚步轻盈地落在他们面前，挡住他们的去路。你想做什么？你得和本少主走一趟。说完，不等慕云初拒绝，直接将他带走。慕云初哪里甘心被人不由分说的带走，一路上使劲挣扎，于是人家直接把他打晕了。再次醒来，他发现自己在一个小木屋之中，一直在他衣服里睡觉的小煤球此刻懒洋洋地躺在他身边，没有丝毫危机感。结果一扭头就看到一张狰狞可怕的修罗面具，面具下那双镇定自若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。男人坐在房中的椅子上，正漫不经心地看着他。你想干什么？孤男寡女的，公主猜猜本少主现在想干什么？天机阁和烈阳国是有约定的，你这样违反约定，没想到堂堂天机阁少主居然是个不守承诺的小人。很快你就会知道，我不仅是个小人，还是个淫贼。你无耻！过奖了，老实在这里待着，你出不去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站在客栈中，看着下方人来人往的大街，慕云初心中一片冷意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万寿城的风景如何？你带我来这里到底想做什么？这人竟然将他带到了万寿城来。一路上他不走官道，从荒山野岭直线来到万寿城。路上的猛兽在他的面前如同虚设，用短短3天的时间就抵达了万寿城。慕云初甚至都怀疑这人到底是不是人呢？听话，吃完饭洗个澡睡一觉，你会知道我想做什么。慕云初气哼哼地过去坐下，你不说我就不吃。随你。男人很是淡然，自顾自去屋中的床上躺下。慕云初气愤地瞪他一眼，发现这男人当真是在床上躺下，忽然灵机一动，他没被捆也没有被绑，里屋和外间又有纱幔隔开，等男人睡着了，他不就可以走了吗？思及此，慕云初默默地埋头吃饭，等着男人睡着。然而万寿城本家侍卫，人人看过你的画像，你若是觉得自己有能力独自离开，尽管逃走。可恨，这人会读心术吗？是不是很意外我会知道你心里的想法？呸，我是被你掳来的，行动自如当然会想跑，睡你的大头觉吧，我看你挺累的。慕云初心中打定主意，可是他万万没想到，等他吃的差不多了，轩辕修上来将他给捆了。男人背对着他，摘下面具，慢悠悠的吃剩下的饭菜。慕云初真的是欲哭无泪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？你弄一个假货冒充我，那女人用着我的胭脂水粉，穿着我的绫罗绸缎，每天晚上还睡我男人。我一个妇道人家，与你素不相识，你一个陌生男子忽然间将我掳走，你不同我说清楚理由，你叫我怎么能够安心呢？可是男人又不说话了。慕云初说的口干舌燥，本就疲累，说着说着，他自己慢慢睡着了。门外忽然有人敲门，客官，热水已经备好，什么时候给你们送来？轩辕修上前打开房门，现在。是。店小二快速应下，很快将热水送了进来。轩辕修快速的洗完澡，穿上衣服，脱掉慕云初的鞋子，翻身到床里头去，轻轻解开慕云初身上的绳索，搂着他睡了。慕云初睡到半夜醒来，感受到放到腰间的手，睡意瞬间消失全无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今夜没有月光，房间里头漆黑一片。等眼睛适应了黑暗，他轻手轻脚，一步一步缓慢地朝记忆中的房门摸去。眼见已经摸到了房门门栓，他刚要打开，房间里头烛光亮起。走吧。慕云初浑身一个激灵，回头狠狠瞪着那人。男人上来就将他抱起，弹指熄灭烛火，从窗户一跃而下。半个时辰之后，他们落到一处石宅的周围。这座石宅不过200平而已，但是周围里3层外3层的围满了侍卫。看来这就是轩辕修的目的地，只是要怎么进去呢？进去之后往下走，我引开他们后会去找你。他皱眉，一脸的不解。照我说的做，对你没有坏处。这是天机阁少主给烈阳国公主的承诺。话音刚落，一支箭朝他们射了过来。谁？侍卫迅速前来查看。轩辕修片刻不迟疑，正面迎击，没有半点铺垫和前戏，一交手就是巅峰。是。
慕云初被轩辕修带到山林中以来，除了按照他说的做，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。这是一场很凶残的搏杀，侍卫们为了对付轩辕修，已经无暇他顾，很快死伤了一地。战斗节奏完全跟着轩辕修的意思来走，没多久他就被从正门引开。慕云初趁此机会赶紧跑进石宅之中，可是慕云初一进院子就被院子中卧了一地的狼群给吓得双腿一软。狼群已经虎视眈眈的起身，此刻慕云初衣服里头的小煤球忽然跳了下来，冲着狼群卖了个萌。让慕云初震惊的一幕发生了，狼群纷纷起身让开一条过道。小煤球已经踱着步子进入过道之间，发现慕云初怂不拉几的没有跟上来，回头冲着他叫了一声。慕云初硬着头皮往前走，安全通过之后，慕云初还是心有余悸，站在石屋面前，拿起手边的火把，面前的石门轻轻一推就开了。屋子里漆黑一片，慕云初点燃火把，眼前是一个往下的阶梯。想起轩辕修的话，他小心翼翼地往下走。忽然小煤球停了下来，警惕地看着前方，回头凶狠地盯着慕云初手中的火把。慕云初直觉火把碍事，赶紧将火把灭了。他就在黑暗之中站着，没一会儿由远及近的交谈声传来。黑暗中的慕云初度日如年，胡思乱想了好久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石门再次被转动。慕云初警惕地握紧了手中的匕首。门外的男子举着火把，那张可怕的修罗面具进入慕云初的眼里。看到慕云初此刻感动得快要泪奔的表情，轩辕修面具下的眉微挑，是不是很想我？你带我来这里到底想干什么？有轩辕修带路，慕云初才知道这个地方居然还能住下。轩辕修目的很明确，一直走到底部，这个禁地竟然是在一座山里，最底部走出去就是山脚下。慕云初看到不远处有一只清泉，清泉之上是一个祭坛，走进去看，祭坛里面居然镶嵌着一块残缺的玉牌。慕云初眸光骤然一紧，这玉牌分明和他母后留下的那枚同出一块。慕云初万万没想到，轩辕修居然也从怀里掏出一块玉牌，递到慕云初的跟前。那天晚上去偷东西的人居然是你！祭坛中这枚玉牌只能用另外一枚吸出来，若是强行取出，它会立刻碎裂。轩辕修完全不顾慕云初的愤怒，上前夺过他手中的匕首，牵起他的小手。在慕云初以为这淫贼是不是想勾搭他的时候，这混蛋漫不经心地用匕首在他手指上戳了一个血口。王八蛋！不听话就强暴你！慕云初无语，他完全无视了慕云初充满咒怨的双眸，将玉牌放入他手指中，等他的血液勾出玉牌上的图腾，居高临下的命令他去将那枚玉牌吸出。慕云初敢不听吗？他只能极其不情愿地按照他说的做。等一切结束，他缓步上前，轻松拿起玉牌放入怀里。走！你一个大男人居然割我的手！前方男人忽然停住脚步，猛然回身，一把将他搂进怀里。我警告你啊，我嫁人了！只有你才能取出这枚玉牌。慕云初，你是轩辕氏的后裔。轩辕氏后裔是什么？他不就姓轩辕吗？难不成他们是兄妹？这怎么可能啊！你先放开我！我入赘到轩辕氏，你是我的妻子。慕云初瞬间噎住，天机阁名震四方的少阁主，竟然是个上门女婿，连姓都该为跟女方姓。慕云初被雷到了，你先放开我！轩辕修没放，忽然点了他的穴位，慕云初瞬间动弹不得。紧接着，他摸出他怀中的手绢，蒙住他的双眼，然后取下面具，最后吻了上去。慕云初身体僵硬，男人柔软的双唇只让他感觉到厌烦和恶心。小煤球从慕云初的衣袖中跳了出来，看了眼爸爸和妈妈，自觉地背过身去。其实他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爸爸要在妈妈面前戴着面具呢？人类真会玩，他一只猫不懂啊。许久后，直到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他才不舍得松开。摸到湿润的手绢，他愣了一下，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刺了一般。戴上面具，解开他的穴，慕云初第一时间扯下手绢要揍他，扬起的拳头被他一把抓住，紧接着将他打横抱起，纵身朝着远处飞跃过去。小煤球赶紧跟上，放开我！你会死！呸！一起死吧！轩辕修这一辈子头一次遭遇到这样的泼妇，没有办法，只能点了他的穴道。亲一下秩序吗？
呸！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不要脸，一张猪嘴，逮谁就亲？呸！我只亲过你，你当老子稀罕啊？你最好杀了我，否则我此生跟你势不两立。活着才能杀了我等你来取我首级。慕云初没有再开口。这么排斥我，是因为你夫君？你想做什么？轩辕修，我夫君和你无冤无仇，你轻薄了他的妻子，还想害他不成啊？看在你的份上，我不会动他。万寿城安排了追兵过来，只不过他们已经被轩辕修远远地甩在身后。此刻轩辕修带着不愿意搭理他的慕云初进入一个山洞之中，落地之后，慕云初立即远离轩辕修，自己匆匆往里走。轩辕修只是跟在后面，实在是忍不住了，说道：你速度太慢，半刻钟我们就会被追上。慕云初让开道：你走，我跟得上你。迟疑片刻，还是默默地将火把递到他的手上。走。慕云初赶紧跟上，举着火把埋头就跑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前方的路终于开阔起来，轩辕修跟他并肩而行。稍后我说什么，你都不能反驳。慕云初没有搭理他。此地有一老者看守，他与轩辕氏后裔有些关系，你听我的，他才会放我们离开。慕云初朝他看一眼，眼中写满不解。此人也是轩辕氏的人，具体什么身份我也不清楚。慕云初眉头一皱，这万寿城原本是轩辕氏的旧址，这座祭坛以及底下宫殿都是轩辕氏所有。天朝被灭，四国瓜分天朝国土，这个地方也被万寿城占据。你说的轩辕氏是天朝皇室？轩辕氏是一个隐秘世家，天朝的初代帝王是轩辕氏的仆从，无血缘关系。慕云初忽然想到一件事，前世似乎有人灭了四国，又重新组建了天朝。那个组建了天朝的人，慕云初的记忆很模糊，任凭他如何去回忆，就是想不起来。轩辕修没有打扰他，没走不久，他们停在一处开阔的地方，而这里的正中央，一个人赫然盘坐于此。察觉到有人过来，男人的双眸缓缓睁开，轩辕修漫不经心地拿出2块玉牌。你拿出来了。他的目光落在慕云初的身上。女儿，女儿！男人的情绪非常激动，跌跌撞撞地起身，脚步蹒跚地朝着慕云初走来。啊！你是我的女儿，一定是的。你和你娘亲长得那么相似。男人的情绪非常激动，他急不可耐地朝着慕云初走过来，将慕云初逼得直往后退。眼见慕云初已经到了他锁链不及之处，这个中年男人竟然咔嚓几声将手臂粗的锁链给扯断了。慕云初惊愕之际，轩辕修忽然挡在他的面前。他有父亲了。你跟我女儿什么关系？他的夫君。你说你是我爹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中年男人冷着脸看向轩辕修。你出去守着。你冷静些，他胆子小，别吓到他。轩辕修丢下一句话，转身这么好看，通道，点个订阅吧。只剩下慕云初和中年男人2人。闺女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娘叫什么名字？轩辕寒。我们轩辕氏蕴藏着巨大的财富，被许多宵小之辈给予。如今万寿城使用的御兽之术，原本也是我们的东西。你继续说。天朝兵败，我们所在的地方也被外人占据。南宫家主追杀我们，我带着你娘逃走。原本在他接机之日，我带他回来，完成继承大祭祀仪式。仪式完成后，他很是恨我，把我锁在这里后，头也不回就走了。我娘为何不愿意啊？唉，大祭祀仪式就是让他跟我完婚。所以你当初强迫他？中年男人说不出话来。慕云初继续问道：这个地方困不住你，你怎么不去找他？他不让我去找他，困住我的哪里是锁链，是你娘的一句话。中年男人沉默了片刻。他若是不原谅我，我永远不能离开。你就那么肯定我是你女儿？我有爹，我爹很疼我的。你当然是我的女儿，你娘连我都看不上，怎么会看上旁人？我爹比你强100倍，他长得又好看，对我娘又好，你怎么可能跟我爹比较？为父年轻时候长得很好看，对你娘也很好，你不信可以问你娘亲。那你放我离开，我娘没有原谅你，你就不能离开，你可不能跟着我一起走。我不会跟着你，你似乎没有内力，你过来，为父传授内力给你，省得你被那小子欺负。
中年男人说着就上前，慕云初却退开。怎么，你担心我害你？你别怕，我若是要害你，你们两个都走不了。等确定你是真的我的父亲再学。中年男人心中难受，此刻他的目光忽然看向隧道之中。那群废物追上来了，你走吧，有我在，他们过不去，我会让那个小子跟上你。谢谢。说完他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跟爹说什么谢谢？相邻京都的培安小城，这里虽然只是一座小城，但却是北边前往京都的必经之地，因故这里也很繁华。无影楼在烈阳国的18处据点相继遭受天机阁的款待，培安城这里是最后一家。他已经沐浴完，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，身后的房门被人推开，出现在他眼前的是身形挺拔、戴着修罗面具的轩辕修。慕云初神色冰冷地看他一眼，又淡定地移开。我哪里又惹你不高兴了？光天化日之下动手，挑衅我烈阳国国法，这一次我父皇当然不可能跟你计较，往后你再做同样的事情，我父皇也没有理由跟你计较。你的目的就是这个吗？我为你们烈阳国除掉无影楼，给我点好处怎么了？入夜我送你回府。你给我规矩点！轩辕修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站在原地，仿佛在说，我要是不规矩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我不用你送。不要以为这里没人认识你，那个弟弟的人少，就盘踞在这里。你对我烈阳国皇室的事情了解那么清楚，想做什么？我了解的何止是你烈阳国皇室的事情。别跟着我！慕云初刚推完，一个男人忽然从房顶上越过，紧追不放的人就在他身后。慕云初抬头一看，这个被追杀的男人好像是无痕呐。追杀的人也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遇见少主。少主，去追！轩辕修话音未落，手背上猛地一疼，慕云初在他手背上狠狠地咬了一口，恶狠狠地甩开。再敢对我无礼，下次我咬断你的颈部大动脉！你是无痕的猎杀目标。呸！你这女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？那你离我远点！轩辕修见慕云初执意要走，就没有一直跟着，给了他买马车的钱，然后原地消失。点个订阅吧。慕云初没买车，租了马车往京城去。车夫是个爱说话的人，同慕云初闲聊道：小娘子是京都人士，还是去投奔亲戚？投奔亲戚的。那你去了京都，可千万别招惹云初公主。这位公主心肠歹毒着呢。慕云初无语，如今倒是没有人骂他不学无术，又开始说他心肠歹毒了。怎么说啊？你远方来的不知道吧？这位公主以前杀了她的亲妹妹，前不久又逼死了她的婆婆。逼死婆婆？将军夫人死了？小妇人虽然远方而来，但是也听闻云初公主嫁入将军府，不是说将军夫人护着欺压百姓的亲戚被朝廷处置了吗？怎么成了云初公主逼死婆婆啊？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将军夫人护着欺压百姓的亲戚一事，就是云初公主揭发并且令朝廷严查的。将军夫人被判了流放，行刑当日不堪受辱，一头撞死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声称化为厉鬼也要报仇。将军夫人会舍得自尽？慕云初详细询问才知道，当日将军夫人的神智似乎有些不清醒。可悲哦，幸好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娶不到公主过门，不然还不闹得家里鸡犬不宁啊。这话慕云初就不爱听了，说是每个达官贵人都护着自家亲戚欺压百姓，他们家中的人又为了维护家人而不出面伸张正义，那咱们小老百姓的日子还怎么过呀？云初公主虽说处置自己婆母果断了一些，可将军夫人不干那些坏事，云初公主哪里会处置她？那车夫一想，好像也是这么个道理。管他呢，反正人人都说云初公主恶毒，你往后在京都过日子，见了她躲着些就是了。看来是有人存心败坏她的名声。唉，我一个老百姓自然不敢和公主为敌，我只是想着云初公主分明为百姓除掉一个恶霸，却落得人人咒骂的处境，若是她往后看到不平事也不管了，唉。当今公主不至于这么没有度量吧？大哥，换做你做了好事还被咒骂，你说你气不气？话音刚落，一个浑身是血的人突然倒在他们的马车跟前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那人跌跌撞撞地爬起来，却要继续逃。慕云初却忽然叫住他：无痕。
无痕抬头，一眼就认出慕云初，纵身一跃朝他们而来，飞身上前，一把掐住他的脖子。送我出去！你要逃命不出城，反而往京都走。慕云初笃定此人不会轻易杀他，赶紧安抚车夫。无事无事，我们继续赶路。他虚弱地靠在马车里，手上的力度却没有半点松懈。天机阁故意将无影楼的人驱赶到培安城，城外全是天机阁的人埋伏。别说你不知道，我他妈真不知道啊！慕云初按住衣袖里要出来咬人的小煤球，笑呵呵地看着无痕。凭你的身手，天机阁杀手能抓得住你？我让你送我出城。你坐着坐着，好汉饶命！我哪有能力送你出城啊？你可太高估我了。再说，你这样的伤势，就算是离开培安城，难道可以逃脱天机阁的追杀吗？不要以为我不敢杀你，少耍花样。轩辕修想睡你，你就有这个能力，老实点。你说话给我注意些。慕云初忍着不悦，轻轻撩开车帘。你看外面攒动的人影，我若不是存心护你，你早就死了。现在除了我，没有人能救你。放开！无痕还是不肯松手，感觉到他手上的力度轻了一些，慕云初索性掰开他的手。慕云初的马车进了京都。小娘子啊，你到底要去何处呀？去翠明街。慕云初报了一个地名，转头看向重伤的无痕。天机阁的杀手还跟着我，稍后我会想法子将你转移，你配合一点，不要跟我闹事。你和天机阁不和？哼，我和轩辕修不和。慕云初没有应话，心中思索着应该将无痕交给谁照顾。思来想去，慕云初终于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陆府，自己翻进去。慕云初松开无痕，手脚并用地爬进了陆子官家里。陆子官进了御史台为官，父皇赏了小宅子给他居住。慕云初思来想去，还是找陆子官照顾无痕比较妥当。夜色已经落幕，陆子官还在看着公文，突然响起动静。陆子官转头就看到有人从他窗户外面翻了进来，看见眼前浑身是血的女子。云初公主，你怎么了？过来搭把手。无痕已经虚弱的翻个窗户都要跌倒了。陆子官目瞪口呆看着眼前这一幕，他心中震动，动作倒是很麻利，将人扶到软榻上躺好之后才开口。云初公主。然而他却发现自己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开始询问。准备些疗伤药和干净的绷带，他的伤势必须马上包扎。去将军府悄悄地将我院子里的徐长风小大夫请过来，不要惊动任何人。见陆子冠在一旁傻愣愣的没动，慕云初不耐烦道：办好这件事情我给你升官，快去，亲自去办。升官不升官的，微臣倒是不在意。他就是好奇眼前这是怎么回事，不过看见慕云初严肃的表情，他还是没有多问，转身出去了。将军府知道慕云初要回来，冒充慕云初的女子傍晚之时就在明月的陪同下离开将军府，说是出来逛街散心。此刻顾若婷看着面前的徐长风，脸色漆黑。呵呵，我当他多大本事，费尽心思甩开我的人，最后不还是暴露了行踪。那我还去吗？陆子官现在还在外面等着。去？怎么不去？我倒是想问问，带着伤患，他不求助自己的夫君，去找陆子官是出于什么动机？给无痕简单包扎了伤口的慕云初忽然一个机灵，奇了怪了，夜风也不冷啊，哪儿来的寒意呢？我给你找的是最好的大夫，放心吧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自然是有所图哦，细节等你恢复伤势再说。你对我有所图？你图谋我什么？你一没钱，二没房，三没权，四不能给我带来利益。本公主除了图你这个人，还能图你什么？话音刚落，慕云初猛地感觉身后一股凉意，仿佛身后有个很可怕的东西。他立即回头看去，就看到门外陆子官已经将徐长风带来，身边还跟着顾若婷。看到顾若婷的瞬间，慕云初脑海中顿时浮现出轩辕修吻他的一幕，他眼中划过愧疚，不自然地看着他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。顾若婷抬脚迈开大长腿，气势逼人地走了进来。啊，当然不是，我就是看见你来了有些意外罢了。长风小大夫，你赶紧过来给这人看看。慕云初感觉现在的顾若婷好吓人，莫非他知道他这段时间被轩辕修掳走的事情？慕云初下意识离他远了一点。徐长风弱弱地瞄了瞄顾若婷的脸色，主子的脸上也看不出愿不愿意让他给病人医治。
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决定啊。长风小大夫，既然来了，杵着干什么？许长风身体轻颤，连忙上前。公主惹着您不高兴，您凶我做什么？你不懂医术，留下来也没用。走吧。那你先出去等我。顾若婷凝视他片刻，一言不发地转身出去。慕云初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对着陆子官道：今夜先打扰你一晚，明日我会来接人。长风小大夫，今夜你就在这里照顾他，务必保住他的性命。好的。今晚的事不要说出去。好。慕云初这才出去，外头感觉到他出来，顾若婷头也不回的抬脚就走。慕云初小跑跟上他，也没有说话，直到上了马车，他才朝他看过来。你不是和明月上街散心，怎会遇见吴影楼的杀手？我走着走着发现有人打架，上前一看就发现这个人了。你不认得他？认得，吴影楼无痕。认得你还救？就是认得我才救啊，无痕功夫很厉害。如今他被天机阁追杀，吴影楼已经无法保他，如今我救了他，指不定能让此人为我所用。你图谋无痕这个人，就是图谋他为你办事，否则还能是什么？此刻马车忽然颠簸一下，慕云初的身子倾向顾若婷的怀中，顾若婷伸手扶他，男人手臂强壮有力，让人很有安全感。一抬头，慕云初发现顾若婷正深深地看着他，刚要开口，男人的气息逼近，柔软的唇瓣落了下来。顾若婷越吻越深，冰冷的唇瓣渐渐变得炙热，不知道过了多久才缓缓松开他，淡淡的移开视线，好像他什么都没有做过。点个订阅吧。次日清晨，彩月伺候慕云初洗漱，吃过早饭，顾若婷和慕云初一起去了镇国大将军的院子。刚到院子外头，就听到里面的下人说道：将军今日的早膳又没动几口。哎，我听说呀，破小院那边的早膳丰盛着呢，不知道什么孽呀。两位少爷这两日心情也不好。慕云初站在院子外面，忽然一双手握住他的手，顾若婷牵起他。走吧。下人看见慕云初和顾若婷牵手而来，惊慌的赶紧闭了嘴，退到一边。二公子，二少夫人。父亲在屋里吗？在的，奴婢这就去传话。镇国大将军整个人都憔悴了很多，见两个人踏进房门，卑微的迎了上去。公主，范氏虽是个罪妇，但微臣与他夫妻多年，还请公主开恩，请求皇上恩准微臣为他做一场法事。父亲，这是何意啊？微臣只是想为亡妻做一场法事，让她安心的离开。镇国大将军忽然就跪了下来，好像是慕云初欺负了他似的。这么一幕看在下人眼中，不由得议论纷纷。公主逼死了夫人还不算，如今又欺负将军，可叹我们将军征战沙场，如今竟然落得这样的下场啊！可不是吗？将军将二公子当成亲儿子养，甚至连兵权都交给二公子，晚年竟然要落得对儿媳下跪的下场。慕云初眉头紧皱，他的名声坏的比他意料之中还要厉害。镇国大将军这一出着实弄得他措手不及。顾若婷面不改色的上前扶起镇国大将军。父亲若是真想为养母做一场法事，为何不见你去求皇上？云初病好之后赶紧过来看你，你这么做反倒是要吓到他。我身体没有什么大碍，公主若是孝顺，就为她死去的婆母主持一场法事。父亲还健在，大哥和三弟也在府上闲着无事，主持法事哪里轮得到云初公主？顾若婷牵着慕云初的手坐下。这也不肯，那也不肯，你们眼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父亲？老二，别忘了，你手上的兵权还是为父给你的，为父能把兵权交给你，也能收回来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父亲，就算您真的收回夫君的兵权，你可有能够交付的人选？大哥和三弟是什么样的人，儿媳就不多说了，父亲您心中比我们更加清楚的。我的儿子再怎么样都是优秀的。是吗？说起败家的优秀，这京中倒是真没有人可以比得上大哥和三弟。顾云初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父亲养在外面那位夫人温婉贤淑，他为父亲诞下的儿子也有13岁，听闻小弟被他教养极好，文韬武略都是同龄中拔尖的，比大哥和三弟不知道好了多少倍。婆母若是还在，他们母子几个永远也别想有名分，这是父亲愿意看到的。镇国大将军陷入了沉思，
见郑国大将军心动，慕云初继续道：“父亲若是要接他们回来，儿媳和夫君都是支持您的。”公主，这是什么话？就算你们支持，你大哥和三弟都不会同意，此事不说了。父亲不必忧虑，我已经帮你将弟弟妹妹和姨娘都接来了。安姨很快进来，去将人带过来。你顾若婷，你当真是出息了，为父的私事你都要插手。我若是不插手，父亲就只能为弟弟妹妹和姨娘收尸了。他不明白顾若婷的意思，不过很快安一安二就将人带了上来，但是他们此刻的模样不仅狼狈，还受了伤。看到郑国大将军，妇人上前就哭：“老爷救命啊！有人要杀我们！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大公子和三公子要我们一家4口的性命，昨夜让杀手来刺杀我们。幸好少将军安排人保护我，否则我们哪里还有命来见老爷呀？这2个混账东西，那你们怎么不来将军府？这一夜都上哪里去了？爹，安大哥本来要送我们来将军府，可是通往将军府的路上都有杀手堵着，安武大哥为了保护我们受了重伤，此刻都下不来床。我们一路往城外跑，逃了半宿才逃开追兵，到了二公子的庄子上落脚，处理了伤口，2位大哥要悄悄把我们送回来，说爹一定会为我们做主的。这2个禽兽，你们可是他们血脉相连的弟弟妹妹。来人，去把2位公子给我叫过来。弟弟妹妹们怎么称呼？这是林氏，林氏所生大姑娘顾若兰，老四顾玉明，小姑娘顾青青，这位是你们二嫂云初公主。见过云初公主，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客气。林姨娘和弟弟妹妹奔波了一夜，恐怕还没有吃饭吧？彩月，快去为林姨娘和小姐公子准备早饭过来。是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顾若婷看向郑国大将军：“父亲，如今你还担心2位兄弟不同意他们进门吗？”爹，你不同意让我们进门？怎么会？以后你们就安心留在府上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就是将军府尊贵的小姐公子。此刻，顾家2个亲生儿子走了进来，看见屋子中坐着的4人，两兄弟明显一愣，接着就勃然大怒，冲上来就要打人。你们这种贱种，竟然登堂入室了！我顾家的大门是你们可以进来的吗？住手！放肆！那是你们的弟弟妹妹。弟弟妹妹？爹，你养着顾若婷这个白眼狼就算了，如今是妈妈狗都说是我的弟弟妹妹。这女人一直在外面，鬼知道这3个贱种是不是你的种。母亲刚被慕云初害死，你不为母亲报仇就算了，现在竟然把这些人接到家里来，你存心恶心我们吗？母亲的亡灵在天上看着你呢，你不怕晚上睡觉的时候做噩梦啊？郑国大将军气得脸色铁青，恼羞成怒的他甩手就给了2人一人1巴掌，2人被打懵了，脾气瞬间也上来，屋子里顿时闹成一团。顾若婷护着慕云初躲得远远的，闲适的看着父子3人闹腾。杀人你们都敢干，当真是你们母亲教出来的好儿子。来人，给我报官！父亲，你竟然要把我们送交给官府，为了这几个贱人，你就要我们的命？还知道害怕官府？知道害怕就给我老实点！兄弟2人没敢说话，眼中闪过一抹阴郁。从今天起，他们以后就是我将军府的人。管家，去给小姐和夫人安排院子，另外挑选个吉日，择日将他们的名字记入族谱。兄弟2人一脸的反对，但是他们还没说话，郑国大将军就瞪了过去。你们当真希望我报官吗？2人不敢多说什么，滚下去！说完后整理好表情，慈爱地走到顾若婷夫妻面前。老二，这次多亏了有你，为父知道你也忙，我就不耽误你。慕云初他们也没有兴趣多留，出了院子，慕云初道：“我要去一趟陆府。”走吧，我陪你。安姨，准备马车。陆府无痕的伤势已经处理好，
他身体依旧虚弱的不能下床，但是此人的直觉相当的敏锐，察觉到有人进来，他直接从昏睡之中清醒过来。看到是慕云初过来，他松了口气。我当你短时间内不能来。为何？无痕瞄了他一眼。为何？昨晚走的时候，你家夫君那盛气凌人的杀意，你感受不到吗？慕云初叫来徐长风，一直让他在这住着不是个事儿，我准备接他去将军府养伤，你去准备一下吧。这话说出来，无痕和徐长风几乎同时看向顾若婷。虽然顾若婷面无表情，一副很豁达的样子，可是徐长风就是觉得主子肯定是不愿意的。公主啊，病人的伤势很严重，挪动的话可能会造成伤口再次裂开，他的身体情况本就不乐观，伤口再次裂开流血可能会危及性命，我觉得在这里住着挺好。慕云初瞟了一眼这位天下第一杀手，你觉得住着挺好，可这里是别人家里。慕云初看向陆子观，公主放心将人留下，微臣会好好照顾他。如此就打扰你了，我有些话要问他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其余人都立即退了出去。慕云初的视线看向顾若婷的时候，他淡淡瞥了眼床上的无痕一眼，这才转身出去。无痕无语，他怎么感觉这位少将军的眼神好像是在考虑要不要杀了他。慕云初搬了椅子，在无痕床前坐下。你们东家着实不怎么样啊，无影楼唯一比天机阁有优势的就是你，他们居然对你下手，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浪迹天涯。既然你没有想到去处，以后就跟着我。你想干嘛？干嘛都得等你伤势好了再说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这么好亏待你的。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徐长风继续留下照顾无痕的伤势，同陆子观告了辞。马车上，慕云初不知道顾若婷什么都知道，特意将无影楼对无痕严刑拷打的事情说了。事情发展的也太顺利了，我心中总是有些不安。你以为天机阁真的愿意看到无影楼和他们抢生意吗？就算天机阁发现是我暗中动了手脚，他们谢我还来不及，不会有事的。慕云初朝他看过来，顾若婷轻轻一笑。天机阁下手这么迅速，就可以看出他们早就想铲除无影楼。别担心，无影楼也是一个隐患，风月寒是中立之地的人。闻言，顾若婷眸子骤然一紧。中立之地哪家的人？慕云初若有所思，回忆起前世的听闻，好像是中立之地司寇氏的私生子。司寇氏严卑林的东家。心中快速的拟定了方案。顾若婷忽然朝着慕云初看过来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告诉我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这个，你怎么了？你这么严肃的看着我，他总不能说他过了一次无比失败的人生，死掉之后又重生了吧？顾若婷深深的注视着他，目光中充满了探究。许久后，他终于是移开了目光，没再逼问。这京都的石板路啊，跑起来可真好听。闪开，前面的马车快闪开，听到没有？你们不想活了是不是？此刻外面突然传来躁动，慕云初赶紧推开车门去看，只见前面一个英姿飒爽的红衣女子竟然在城中策马，此刻她正直直地朝着马车撞来。杀了他！顾若婷居高临下的命令响起，安一抽出怀中的匕首，迎面朝着马匹袭去。马儿受惊，嘶鸣一声，高高扬起前蹄，马背上的女孩被甩了出去。混蛋，竟然敢刺杀我！男人！瞬间几十个黑衣侍卫出现，将慕云初他们团团包围。给本小姐杀了他们！侍卫们一拥而上。闭上眼睛。顾若婷一手将慕云初搂进怀里，慕云初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十几个呼吸之后停了下来。他睁开眼睛，看到的便是倒了一地的人，个个都是鲜血淋漓，其余人已经忌惮的不敢上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该死，你是什么人？竟然敢伤本小姐的侍卫！可当他看到顾若婷的瞬间，却愣住了。赵依依形容不出这个男人给他的感觉，他只知道这一眼让他心动了。然而紧接着他就看到被这个男子搂在怀中的女子，看到女子绝色无双的容貌，赵依依眼中闪过戾气，更多的是嫉妒。本小姐问你们话，好生嚣张的小姐，你在我京都城中横行霸道，伤我京都城中百姓，此刻还敢在本公主面前乱飞？公主，你就是那个大名鼎鼎逼死婆母的云初公主。本小姐到了京都，一直听闻你的大名，如今终于见到真人了。
赵依依眼神轻蔑，嗤笑一声，高傲的眸子打量着顾若婷。那么你就是顾若婷？在我烈阳国京都纵马行凶，撞伤无数百姓，赵姑娘似乎毫没有将这些放在眼里。怎么，天国赵家送了个儿子入赘为生，便觉得自己找到靠山了？诋毁我哥哥！顾少将军，你们怕是没有资格说别人吧？带着愠怒的声音传来，一白衣男子骑着马过来，白衣飘逸，容貌俊美无双。赵依依立即跑了过去。哥，顾少将军，这些银票足够赔偿小妹造成的损失吗？赵公子，京都城中不能欺吗？赵慕云嗤笑，高傲地扫了眼那些拿着钱喜滋滋的百姓。齐了又如何？让我小妹伤是他们的荣幸，否则他们这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钱。城中不准骑马是国法明文规定的事情，便是本公主父皇出城都是用马车。赵公子，别让朝廷将你请去公堂。公主说的是，咱们皇上出行都不会纵马行凶，你们凭什么？对呀，你们凭什么？我们云初公主出行都是马车，从未策马伤过百姓。下马！下马！下马！声援的声音越来越多，说话声也越来越大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赵依依气得脸色铁青，你们这群白眼狼，你刚刚拿我们家银票的时候怎么没有说不要钱呢？伤了人就要赔偿。赵姑娘以为我烈阳国的土地上能由你横行霸道吗？哼，那你们打伤本小姐这么多侍卫，云初公主和少将军是不是也该赔偿？这慕云初刚说一个字，头上的金钗被身边男人拔了下去。顾若婷忽然身形一动，男人的身形快如闪电，寒光闪过之时，十几个侍卫被割破喉咙，鲜血喷溅。顾若婷人狠话不多呀，说他们伤人要给赔偿。好，他直接将人给杀了。顾若婷，你放肆！赵姑娘要赔偿，你纵容侍卫包围我烈阳国的公主，举刀行刺，你还想要赔偿？行刺公主是死罪。我之前不知道她是公主，现在知道了。知道了，你们给我回来！赵家兄妹两人丢人真的是丢大了。走。赵慕云脸色难看的策马转身下马。赵慕云不服气的回头瞪过来，最后还是败下阵来。好一个少将军，搞定一个云初公主。早就有人报官，此刻京兆尹的人才敢出来。顾若婷让京兆尹将马给赵家兄妹收缴充公，按照烈阳国国法，就是要没收马匹，擦干净金钗上的血迹。顾若婷将金钗插回慕云初的发间。走吧。慕云初点点头，上了马车，摸到头上的发钗，清澈的眸中写了一抹深思。方才顾若婷随手取下他头上发钗当武器的行为，莫名的让他想到了轩辕修。顾若婷看到他的表情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但是直觉让他感到一丝不安，故意打断他的思绪。你在忌惮赵家兄妹？不是。慕云初刚刚回到家，就听到房间里头彩月在跟什么人争执。我说你个死老头怎么就是说不听呢？公主和少将军都不在家，你赶紧给我出去！你还不走？你再在少将军房间里乱翻，少将军回来打死你！女娃娃，你们家公主那么文静，你这个丫鬟怎么那么刁蛮呢？啊，我家公主文静？谁刁蛮啦？你给我走开！这是公主和少将军才能坐的位置。慕云初和顾若婷对视一眼，走进房间就看到一个老头坐在房间的软榻上，很是享受的样子。彩月想将人给拽走，但是拽不动。鬼医，彩月不得无礼，下去准备最好的茶水。鬼医满意的点点头，心道云初娃娃就是惹人喜欢。结果目光一扫，看到慕云初身边好整以暇看着他的顾若婷，回身一个机灵，很不自在的从软榻上下来。鬼医老先生怎么有空到将军府来啊？鬼医看到慕云初衣袖里探出的小黑脑袋，双眼都要发光了，上来就将小煤球捧在掌心里。当然是来看我闺女啊，宝宝，你都不回家看看爹，我的小心肝儿啊，让爹看看你瘦了没。慕云初无语，这画面莫名的诡异啊。我同刘山他们有事交代，你招呼他。顾若婷都没眼看了，转身出去。诡异狠狠地瞪了顾若婷的背影一眼。走吧走吧，看不见他更舒坦。我让彩月给您腾出一间屋子吧，老先生就住在将军府，也可以照顾小煤球。
让那女娃娃去准备吧。彩月上茶时，慕云初就嘱咐彩月去收拾一间屋子出来，还未谢过老先生。这次让天机阁将拍卖会定到烈阳国京都，是您的意思吧？当然是我的意思，你可得好好谢谢我。是，老先生在京都的衣食住行我都包了。慕云初忽然想到赵慕云，脑中突然有个主意冒了出来。诡异老先生，慕云初慎重地开口，扫了眼外头，周围无人，他才走到诡异的身边坐下。有话直说便是。你有没有治疗男人隐疾的药啊？什么隐疾？顾若婷有隐疾？徐长风的医术不错呀，跟着顾若婷这么久，没有医治好他的隐疾。补品，补身体的。补哪方面的？房事不行啊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恰逢此刻，顾若婷和刘珊他们事情说完，出现在大门口。身影一出现，就受到诡异热烈的目光注视，赤果果的视线仿佛他没穿衣服一般。顾若婷被看得脚下生生一僵，什么情况啊？顾若婷看不出来呀，瞧着身体挺壮实的呀，竟然放心吧，看在你师父的面子上，我也会为你想办法的。诡异实在是掩饰不住他的幸灾乐祸，围着顾若婷一阵打量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军中的男儿应该是血气方刚的，竟然哎呀，什么事情给我说清楚。你就别隐瞒了，我又不会说出去。我隐瞒了什么？装，你继续装，你媳妇儿都跟我说了，你还装。老先生您误会了，我得到消息，我说的是赵家的赵慕云。你跟我还不说实话，你若替顾若婷隐瞒，这病我也没法治了。我得了什么病？真不是，我也不是找您治疗，您若是有增强这方面的药物，到时候可以拿出来拍卖，我会为您抬价。赵慕云一定会想法子拍下来。见慕云初不像是说谎，诡异心中居然有种好事落空的感觉。你这女娃娃真是没劲透了啊！药物没有，我可以现做，你给我准备药材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药物须得事前服用，有明显的效果，但是有副作用啊。这都不是事儿，又不是他服全，他管有没有副作用呢？哎，怎么就不是顾若婷呢？女娃娃，你给我准备的房间呢？啊，这边呢，我带您过去。慕云初赶紧溜了。顾若婷书房，诡异抱着小煤球走进来。查清楚了？顾若婷抬头，目光深沉。他就是你要找的人。诡异身子轻颤，眼眶瞬间湿润。云初真的是小姐的女儿，她果然是。小家伙，你竟然认出来了。怎么说，烈阳国的皇后就是我家小姐，她怎么会沦落到烈阳国做皇后？我在查，可惜苏家已经没有一个人留下。先皇后说是苏太师原配之女，看来这个身份有假。小姐是怎么死的？真的是难产？不知，目前没有发现异常。先皇后在世之时，皇上身边没有旁人，嫉妒先皇后的几人都没有那样的本事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害死先皇后。倒是有一事我想问你，慕云初到底是皇上的女儿，还是轩辕令的女儿？轩辕令是关押在万寿城禁地通道中的那个男人。云初见过轩辕令，他舍不下轩辕氏的财富，偷偷将小姐带走，活该被关在禁地出不去。他和小姐发生了什么，我也不清楚。不知道就算了，慕云初是谁的女儿，对顾若婷来说都没有关系。只是他看见慕云初心事重重，想知道又不敢去问皇上的样子，不免有些心疼。顾若婷到慕云初面前来。刘山他们得回西北驻守，你给他一些银子。给多少？3000两，他成了家，我让他将妻女带过去。购置宅子需要银子。慕云初起身拿起钥匙，打开抽屉的盒子，数了3张1000两的银票递过去。给他们拿去吧。顾若婷接过银票。我收到消息，天国赵家的人在西南边陲有活动的痕迹。这种事情你应该禀告父皇啊。
你跟我说做什么？因为我怀疑你也知道此事。顾若婷凝视他2秒，嗯了一声，起身走了。清点完手中的银子，慕云初发现他自己有点缺钱呢，有心想做生意吧，可是他也不懂这些。想了想，此事还是交给父皇吧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慕云初去了陆子官府上，无痕的伤势恢复得很好，如今已经可以活动1、2。所有回将军府吧，正好如今府上空出好多间屋子。不想去。你在陆大人这儿还住上瘾了？反正肯定比去你府上舒坦。那你也不能一直在陆大人这里打扰。既然不想去我府上，那我为你安排个宅子。这行。无痕一口应了下来。见慕云初睨着他，无痕纳闷的道：干嘛？没干嘛，你跟我想象中一点都不一样。彩月，去安排一套宅子。无痕满不在乎的轻笑一声，洒脱俊朗，别有一番魅力。慕云初看向陆子官，这些日子有劳你了。小事而已。我有些话想单独跟他说，不知陆大人可否出去一下？陆子官应下，退了出去。在无痕戒备的目光之下，慕云初笑盈盈地朝他走过来。大佬，请你帮个忙。帮忙没有问题，但我现在是伤患，你应该也不好意思让我做什么危险的事情吧？不危险，不危险。你呢，去帮我盯着严卑林的人。去盯人？我的公主，我的伤势才刚刚好转啊，这种体力活我不行。严卑林的人若是带着目的过来，定然是不会耽误太久，指不定今晚就会有所行动。我相信啊，你一定会没问题的。我要是不答应，你还会给我安排宅子吗？不安排，我会把你安排到家里住，让本公主亲自照顾你。无痕幽怨地看着慕云初。有消息了，我去通知你。这才对嘛。慕云初满意的起身，等你的好消息，我先走了。长风小大夫，照顾好他，最好的药随便用，不用再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京城一家普通客栈中，诡异对面坐着一位同他年龄相仿的老者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孩子娶的妻子就是我家小小姐，缘分这东西简直妙不可言呐！你能确定慕云初就是你家小小姐吗？你徒儿正视过她，岂能有假？刑天法想着也对，我乖徒弟给的消息，自然是慎重调查之后才得出的结果。哎呦，瞧你这得意样，说是你徒儿，你又教过什么？你懂什么？要不是我引导的好，修儿能成长得这么出色吗？刑天法可不认同诡异的话，就是他教得好，不接受反驳。德行再出色，也不照样被我家小小姐吃得死死的。哼，那是我家乖徒儿大度，不跟女子做无谓的计较，这是传承了我的优点。两人说着说着就要吵起来。此刻房门被敲响，门外传来顾若婷的声音：师傅。刑天法冷冷瞪了诡异一眼，收敛情绪，沉稳的开口：进来。房门推开，诡异喜滋滋的走到慕云初的身边。女娃娃，你也忒给这老东西面子了，他要见你，该让他拜访你才是。慕云初对诡异的话只能微笑，随着顾若婷到了刑天法的面前，恭顺的行礼：见过前辈。刑天法头发灰白，神情严肃，眼中沉淀着沧桑，却也格外的精明。坐吧，你们成婚之日，我在中立之地有事要做，来不及参加你们的婚礼，这是给你们的礼物。谢前辈。打开盒子一看，里面放着的竟然是一张纸。看看这是什么？慕云初这才展开纸张，卖身契苗文博。什么？我的卖身契？诡异瞬间炸毛，上前一把抢过慕云初手中的卖身契，仔细一看，还真是他的。你这个老东西，阴险，真阴险呐！这东西几十年了，你居然还留着，几十年你当真是憋得住？好的不许，一肚子坏水儿。我今天云初，往后诡异就是你的奴才。这慕云初哪里敢使唤诡异呀？扭头过去看诡异的神色。哼！诡异的态度显然是承认这份卖身契。慕云初便不再推辞：云初谢过前辈。